你有没有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文明几乎都是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可唯独苏美尔文明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没有明确起源，却突然拥有了文字、法律、城市，还有那些巨大到离谱的建筑，甚至直到今天，历史学家都没办法真正解释苏美尔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更奇怪的是，这个文明后来又突然消失了，就像它出现时一样突然，而他们留下的那些东西，复杂到惊人的楔形文字、神秘的苏美尔印章，那些诡异的王表，还有巨大的神庙建筑，直到今天依然让无数考古学家感到困惑。这一期我们就来看看关于苏美尔文明至今都没人能真正解释的10大谜团。第10个，乌尔大金字塔。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繁华的乌尔城中，曾经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阶梯式金字塔，它高高耸立在如今伊拉克南部的广阔平原上。而在公元前3000纪，这几乎是当时最震撼也最不可思议的建筑奇迹之一。这座建筑在尺寸上的精准程度，即便放到今天看都相当惊人。整座建筑长约64米，宽46米。至于真正的高度，如今已经没人能完全确定，因为数千年的时间和风沙早已毁掉了它的一部分。整座建筑内部使用的是泥砖结构，而外层则包裹着烧制砖块。这样做是为了让这座神圣建筑能够抵抗长期的风雨侵蚀。目前的历史记录显示，这座乌尔大金字塔是由乌尔第3王朝的国王乌尔纳姆下令建造的，后来则由他的儿子舒尔吉继续完成。而这座金字塔本身就位于整座神庙建筑群的核心区域，那里不仅是宗教中心，同时也是乌尔城真正的行政核心。很多学者认为，这座金字塔其实是人间通往神界的一座巨大阶梯，它供奉的对象则是苏美尔人的月神南纳。因为南纳与东方群山之间存在某种象征联系，所以这座金字塔也逐渐被视为神明在地上的天界住所。苏美尔人相信南纳更愿意居住在这里，而在金字塔顶部还建有一座规模不大的神殿等待着他。神殿内部甚至还有一个特殊房间，据说会有一名被选中的女子在那里侍奉神明，成为神的陪伴者。除此之外，在西北侧阶梯附近还连接着一间厨房，因为神同样需要食物供奉，而外围区域则分布着大量仓库、祭祀住所以及举行仪式的宫殿建筑。后来随着时间流逝，这座古老建筑逐渐被黄沙吞没，直到19世纪，在欧洲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发掘下，乌尔遗址才重新被发现，而乌尔大金字塔也终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可问题是，即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关于这座金字塔真正的用途和意义，学界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统一答案。很多学者都提出过不同解释。有人认为乌尔大金字塔本质上只是一个宗教祭祀场所，那里曾经由高级祭司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并向神明献上祭品和供奉。但也有人怀疑，这座金字塔可能还承担着某种天文观测功能，因为有人发现它的阶梯和平台方向似乎和某些特殊天体现象存在对应关系，比如冬至、春分、秋分这些特殊时刻，而它本身又供奉着月神南纳。这也让很多人觉得，关于它与天文有关的猜测也许并不只是巧合。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乌尔大金字塔其实象征着宇宙之山，这是古代近东神话里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按照这种说法，金字塔代表着连接天空与大地的通道，同时也是神明与人类之间沟通的媒介。而金字塔顶部那座供奉月神南纳的神殿也似乎进一步支持了这种理论。可即便存在这么多猜测，乌尔大金字塔真正的用途直到今天依然没人能完全确定，因为经过数千年的破坏和改建，如今真正保存下来的只剩最底层结构。考古学家只能通过残存遗迹尽可能去复原它曾经的模样。也正因为如此，这座神秘的乌尔大金字塔直到今天依然不断吸引着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它就像一扇窗口，透过它，人们仿佛还能窥见古代苏美尔文明那些神秘而复杂的宗教信仰。第9个谜团，苏美尔王表。苏美尔王表是一件极其特殊的古代文物，它记录了苏美尔地区历代国王的统治顺序以及他们各自的统治时间。这份名单中还包含了不同王朝的信息，比如王朝名称、统治时期以及王权所在地。而更加神秘的是，
这份名单里甚至还出现了大量洪水之前的远古君王。也正因为如此，王表中的很多内容一直让历史学家感到困惑。整个谜团的第一块碎片是一块距今约4000年的楔形文字泥板，它最早在古城尼泊尔遗址被发现，后来研究人员又陆续发现了18份不同版本的苏美尔王表，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伊辛王朝后期。而在这些文物中，最著名的就是如今收藏于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威尔德·布伦德尔棱柱。这件文物可以说是整个收藏中的核心珍品，它记载的内容从远古洪水之前的王朝一直延续到伊辛王朝第14位国王。过去人们甚至认为这个棱柱中央原本可能还安装着旋转轴，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件文物，更像是一道通往古代历史的入口。而王表最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就是那些夸张到离谱的统治时间。根据王表记载，最早期的苏美尔国王统治时间竟然长达数万年。整份名单一开始记载的是8位洪水之前的远古君王，随后才进入洪水之后的城邦时代。而王表的开篇更像是一段神话，它详细描述了王权从天而降，降临到最初城市的过程。在那里，一些名字神秘的远古君王据说曾分别统治了28800年，甚至36000年。这些故事又和大量苏美尔与巴比伦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比如恩梅鲁安娜、吉尔加美什等神秘角色。而这些离谱到夸张的统治时间也一直引发巨大争议。有人认为这些数字纯粹只是神话，但也有人怀疑苏美尔人是否真的相信曾经有神生活在人类之间。还有一种相对折中的说法认为，这些夸张数字也许和苏美尔文明特殊的循环时间观有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夸张的数字也许根本不是真正的年份，而是在强调国王的重要性。就像古埃及一样，能活到110岁的人会被视为拥有特殊意义的存在。所以苏美尔王表里那些长达数万年的统治时间也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写法。当然，也有人怀疑问题可能出在后来的记录者身上，他们或许误解了原始数字，又或者在抄写和翻译过程中把原本的时间概念弄错了。那些数字也可能代表更短的时间单位，甚至只是某种世代，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份。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苏美尔王表里同时混杂着真实人物和神话人物。历史学家已经通过考古和文献确认其中一部分国王确实存在，但另外一些名字却明显更像神话传说。也就是说，这份名单并不完全是历史，它更像是历史与神话混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种真假混杂的情况也让很多研究者开始怀疑，苏美尔王表的目的也许不只是记录国王，它背后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政治意义。有学者认为，这份名单很可能是为了替某些王朝证明合法性，通过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那些古老而神圣的远古君王来强化统治权威。换句话说，后来的国王也许是在借王权来自天界这种说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解释很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苏美尔王表其实一直都在被修改和更新。随着新国王和新王朝出现，他们的名字也会被加入进去，整个名单会随着政治格局变化不断调整。更有意思的是，苏美尔王表和圣经里的大洪水记载还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洪水之前同样存在几位寿命极长的远古统治者，而洪水之后人类寿命则明显缩短。这种变化和创世纪中的描述非常接近，也正因为这些巧合，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深入研究这份名单。苏美尔王表就像一部同时混合了历史、神话和政治目的的神秘文献，它不仅记录了苏美尔文明的历史，也反映了他们对神权、王权以及世界起源的理解。而那些超长统治年代、真假难辨的人物，以及王表背后真正的政治目的，直到今天依然吸引着无数研究者继续探索。第8个谜团，苏美尔女性与库巴巴女王。长期以来，很多历史学家都对苏美尔女性的地位感到惊讶。虽然女性的身份和权利会随着时代和阶层不同而变化，但大量证据显示，苏美尔女性的地位和影响力可能远超很多人的想象。苏美尔法律甚至给予女性比许多古代文明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她们可以拥有财产、参与贸易，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主动提出离婚。当然，他们依然需要服从父亲或丈夫。但即便如此，这些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也说明苏美尔社会其实相当重视女性地位，而这一点也成为研究古代性别平等的重要方向之一。除此之外，苏美尔宗教同样能看出女性的重要性，比如著名的恩赫杜安娜，她既是高级女祭司，也是一位诗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的乌尔城，而她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她是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女儿。很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她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留下名字的作者。她写下的大量赞美诗和祈祷文直到今天仍在被研究，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历史价值都非常重要。而她能够成为高级女祭司，本身也说明在苏美尔社会中，女性确实有机会拥有权力和影响力。不过，由于缺少足够的一手资料，普通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至今依然很难真正还原。虽然现有证据显示，苏美尔女性比很多古代文明中的女性拥有更多自由和权利，但她们生活中那些模糊而未知的部分，直到今天依然藏在历史阴影里。而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出现，研究者也在持续获得新的线索，这也让苏美尔女性地位这个话题始终带着一种神秘感。除此之外，苏美尔王表中还出现过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库巴巴女王。在那份记录历代苏美尔统治者和统治时间的泥板上，库巴巴的名字清晰地出现在一众男性君王之间，而他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打破了当时的传统，因为他并不是靠血统继承王位，他的故事更像是凭借能力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根据苏美尔王表记载，库巴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于基神城邦开始统治，而他也成为了那个王国历史上第一位登上王位的女性。不过，库巴巴究竟是如何获得权力的，至今依然是个谜。关于她统治时期的很多细节，如今都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但王表依然记载着她稳固了基石城的根基，而她留下的影响也远远不只是象征意义，因为在她之后还建立起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王朝。第7个谜团，失落之城阿拉塔。关于失落之城阿拉塔的故事，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传说中，这是一座极其繁荣富有的古代城市，甚至可能是早期人类文明中最强大的城市之一。可即便经过数十年的争论，阿拉塔真正的位置以及它是否真的存在，直到今天依然是谜。而随着越来越多古代文献被解读，一个关于阿拉塔的神秘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些记载中，阿拉塔被描绘成一座遥远而富有的城市，它与苏美尔的乌鲁克城之间存在复杂的贸易、外交甚至战争关系。很多时候，阿拉塔都被描绘成乌鲁克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可问题是，这座城市到底在哪里？至今没人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阿拉塔这个名字确实出现在大量苏美尔史诗中，比如恩梅卡与阿拉塔之王，以及卢加尔班达传奇。而关于它真正的位置，目前也存在许多猜测。有人认为它可能位于伊朗高原，因为苏美尔文明与古代埃兰文明之间确实存在不少语言和文化上的相似之处。除此之外，高加索地区甚至印度河流域也都曾被认为可能是阿拉塔所在地，但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任何决定性证据能够真正揭开这座失落古城的面纱。而随着考古学家不断挖掘那些被黄沙和泥土掩埋的古代遗址，越来越多古老聚落被发现，它们看起来都很接近答案，可又始终无法真正证明自己就是传说中的阿拉塔。也有人怀疑阿拉塔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城市，它可能只是苏美尔人创造出的神话国度，它就像是一座被无数古文明无限向往的超级都市。关于阿拉塔的谜团，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探险家和历史学家不断深入古代历史去寻找真相。可直到今天，它的具体位置依然成谜，目前能够佐证它存在的考古证据也少得可怜。世间留存的只有那些关于巨大财富和超前先进文明的古老传说。至于历史学家未来能否真正找到这座失落之城阿拉塔，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最终的答案。第6个谜团，吉尔加美什史诗与阿努纳奇。吉尔加美什史诗是一部篇幅超过3000行的远古长诗，也是人类最古老的史诗之一。它完整讲述了一位苏美尔国王踏上充满危机的漫长旅程，一路遭遇怪物，历经战争，穷尽一生追寻永生秘密的故事。
史诗主角吉尔加美什被记载为拥有超凡力量的半神，气质和设定很像西方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但这部史诗最诡异、最让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吉尔加美什绝非单纯的神话人物，他极有可能真实存在过。学界普遍推测，他的原型就是曾经统治乌鲁克城邦的真实国王。这部史诗也不是凭空杜撰的故事，而是一段被后世神话化的真实历史。大量史料佐证，吉尔加美什是乌鲁克文明史上的第5位统治者，他的名字清晰记载于权威的苏美尔王表之中。不仅如此，出土的古老铭文还详细记录了他的功绩，包括修筑乌鲁克城墙、修复供奉女神的神庙。这些实打实的考古发现，让越来越多研究者笃定，神话的外壳之下，吉尔加美什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远古君王。而整部史诗中最神秘、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存在，就是阿努纳奇。故事中，吉尔加美什始终与一众阿努纳奇神明深度交集，恩奇都、伊什塔尔、乌图，这些耳熟能详的神奇都印证着苏美尔文明里神与人紧密交织的特殊关系。阿努纳奇是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共同记载的远古神族，名字本身就自带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个词汇源自古老的苏美尔语，翻译过来的含义大致是王族后裔、王室之子，寓意极为特殊。根据完整的苏美尔创世神话记载，阿努纳奇是天空之神安与大地女神基孕育出的神族后代。传说正是这群神明创造了人类搭建规则，为地球埋下了最初的文明火种，主导了远古人类的发展。但直到如今，学界依旧无法准确定义阿努纳奇的真实身份，所有解读都只是猜测，没有定论。在海量苏美尔泥板文献中，阿努纳奇被描述为从天而降的神秘存在，会主动介入干预人类的文明进程。他们充当着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维系世间秩序，执行至高的神明意志，掌控着远古世界的运转。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古人对自然力量、宇宙天象的拟人化象征，是原始的自然崇拜产物。也有人认为阿努纳奇是被后世神话的远古部落首领、强大统治者，并非真正的天外神明。除此之外，还有更大胆、颠覆认知的理论，也就是广为流传的外星文明干预假说。很多爱好者推测，阿努纳奇本质是降临地球的外星智慧生命，是他们催生了苏美尔的超前文明。虽然这套外星理论始终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撑，但相关的争议和讨论直到今天依旧热度不减。除此之外，苏美尔遗址中出土的神秘文物更是让这段历史愈发诡异难解。考古团队曾发现一具特殊的古老遗骸，它看似是一具保存完整的远古木乃伊，但身上诸多细节完全不符合现代人类的生理特征。不止遗骸，当地还出土了大量造型怪异的雕像，很多雕像面部佩戴着酷似护目镜、墨镜的装置。这些超出时代认知的奇特文物不断放大着苏美尔文明的神秘感，也让各种大胆猜测愈发疯狂。第5个谜团，苏美尔人远超时代的超前先进知识。苏美尔人的数学体系先进程度完全颠覆大众对古文明的认知。现代人类通用的是10进制计数法，简单易懂，普及度极高，但数千年前的苏美尔人却独创了一套更为精密的60进制体系。他们的所有天文、数学、历法、计算全部以数字60为核心基准，逻辑精密，体系完整。更震撼的是，这套古老的进制体系深刻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沿用至今，从未被淘汰。我们如今通用的时间标准全部源自苏美尔人的创造，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这些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时间概念并不是近现代发明，早在数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已成型。后续的巴比伦文明完整继承了这套60进制系统，并将其大规模应用在天文观测与历法推演中。古人依靠这套精密算法观测星象、计算月份、推演四季轮回，精准度令人惊叹。60进制的影响力不只局限于时间领域，更奠定了现代几何学的基础。苏美尔人率先将一个圆划定为360度，这个标准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是全球通用的几何基准，从未被修改。可以说，苏美尔人不仅定义了人类的时间体系，更塑造了现代数学几何的底层逻辑。苏美尔语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文字语言之一，大约出现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最特殊的是，它和其他语言几乎找不到明确联系。现存的大部分苏美尔铭文
也全部都使用苏美尔语书写，同时它的出现时间还远早于印欧语系和闪米特语系，而苏美尔人使用的文字系统就是后来著名的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最开始只是简单图画，后来却迅速演变成拥有700多个符号的复杂系统。即便今天人们已经尽力破解这种语言，但关于它的起源和演化依然存在大量谜团。其中最让人困惑的一点就是苏美尔语和目前已知的其他古代语言之间几乎不存在明确联系。除此之外，苏美尔语本身的造句方式也和很多古代语言完全不同，这也进一步增加了研究难度。另一个问题则是楔形文字到底是怎么突然发展出来的？因为即便是目前发现最早距今约公元前3200年的泥板文字，也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书写水平，很难解释这种文字系统究竟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从简单图画迅速演变成复杂楔形符号的。一种诞生于数千年前的语言和文字竟然能够延续那么久，直到今天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除此之外，苏美尔人在农业和灌溉方面同样拥有惊人的知识，他们建立了复杂的运河和堤坝系统，用来控制水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创造出大片肥沃土地，并种植大量农作物，养活庞大人口。这一切也展现出苏美尔人在工程、组织以及技术方面极高的能力，甚至让很多历史学家觉得他们掌握的知识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该有的水平。第4个谜团，对啤酒的痴迷。苏美尔人因为发明文字、例句以及法律体系而闻名，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同样还是一群超级爱喝酒的人。大量泥板和印章都证明，苏美尔人非常喜欢啤酒。一些公元前2600年到2350年的古代印章上，甚至还能看到人们在宴会中饮酒的画面。而啤酒在苏美尔文明里并不只是普通饮料，它更像是文化的一部分。研究还发现，苏美尔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系统酿造啤酒的文明之一。大约在公元前第4000纪，他们就已经掌握了成熟酿酒技术。可问题是，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直到今天依然没人完全清楚。而他们酿出的啤酒也和现代啤酒完全不同，那是一种以大麦为基础、非常浓稠的饮品，甚至需要用特殊吸管过滤后才能饮用。而苏美尔人重视啤酒也不仅仅只是因为味道，他们认为啤酒能够让人快乐、满足，甚至还能带来健康。啤酒的重要程度甚至高到催生出了一位专属女神宁卡西，她代表着酿酒与啤酒，而苏美尔人还专门创作赞歌来歌颂她，里面甚至详细描述了酿酒过程。想到几千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已经形成如此成熟的酿酒传统，直到今天依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第3个谜团，庞大的贸易网络。苏美尔人是古代世界最早也最强大的贸易民族之一。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本身缺少木材、石料和矿物资源，但苏美尔人却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型商业网络之一。而这个网络横跨陆地与海洋，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就是今天的巴林地区。古代人称它为迪尔蒙，那里因为铜矿资源而闻名。但迪尔蒙提供的可不只是铜，它还是连接阿曼和印度河流域的重要贸易中转地。除此之外，苏美尔人还非常痴迷一种蓝色宝石青金石，这种宝石经常被用来制作装饰品和艺术品。而研究显示，苏美尔商人甚至可能远行到阿富汗地区，只为了获取这些珍贵矿石。为了弥补本土缺乏木材、石料和矿物的问题，苏美尔人建立起了一套庞大的贸易体系，其中既包括陆路，也包括海上航线。除了迪尔蒙之外，苏美尔商人还会前往安纳托利亚和黎巴嫩寻找珍贵雪松木，而黄金与宝石则驱使他们不断前往更遥远地区，比如阿曼，甚至印度河流域。而关于苏美尔文献中提到的麦干和梅鲁哈这些神秘贸易地区，很多学者认为他们可能对应着古埃及或埃塞俄比亚等古代文明。这也进一步说明苏美尔人的贸易范围远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加庞大。可即便如此，关于苏美尔贸易体系依然还有大量空白，很多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答案，而历史学家也依然在不断寻找新的证据。第2个谜团，苏美尔印章。古代苏美尔印章通常被称为圆筒印章，它们大多由石头、玻璃或陶器制成。这些小型圆柱体表面刻满了复杂图案和文字，并且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最早期。
这些印章原本有着非常实际的用途，比如确认文件、封存容器以及标记所有权。可随着越来越多印章被发现，它们背后也逐渐出现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谜团，而其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些复杂到惊人的图案。很多印章表面都刻着大量神话场景。苏美尔人的日常生活通常围绕着3个主要主题展开：战争、宴会和宗教。在这些文物上可以看到大量精美雕刻，包括神明、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各种宗教符号。复杂的几何图案和古代铭文也让这些印章显得更加神秘。但想真正解读这些内容却非常困难，因此这些图像和符号背后真正的含义，直到今天大多依然未知。而这些印章的工艺本身也是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这些印章不仅细节极其丰富，而且制作得非常精准，明显使用了相当先进的工艺和工具。更令人意外的是它们的年代，其中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苏美尔工匠展现出的技术水平已经相当惊人。关于苏美尔印章还有另一个谜团，那就是它们分布的极其广泛，学者们至今仍对它们真正的起源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们最早出现于公元前第8到第7千纪之间，也有人认为大约起源于公元前第4千纪左右。这些印章后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以及黎凡特地区都被发现，而这种广泛分布也说明苏美尔人与周边多个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着庞大的贸易和交流网络。这种大范围传播也让人开始思考，苏美尔文明与周边地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以及这些印章在建立这些联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除此之外，这些苏美尔印章也反映出了当时文明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从高级官员、祭司到商人和工匠，各个阶层的人似乎都拥有并使用这些印章。这种广泛使用也说明印章在苏美尔人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未来越来越多文物被发现，也许这些谜团中有一天会被解开。第一个谜团，苏美尔文明的消失。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困惑一个问题：苏美尔文明究竟是如何消失的？直到今天，没人真正知道这个伟大文明是如何走向终结的。不过，目前已经存在许多理论，试图解释苏美尔文明最终衰亡的原因。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先进文明之一，苏美尔人在农业、建筑、文字以及数学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然而，到了公元前第3千纪末期，苏美尔文明却开始逐渐瓦解，并最终从历史中消失。有人认为，在公元前第3千纪末和第2千纪初期，周边竞争势力的崛起是导致苏美尔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领导下，阿卡德帝国不断扩张，征服了大量苏美尔城邦，并最终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被广泛承认的帝国。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地区权力已经发生转移。随后，包括沃尔第三王朝以及古巴比伦帝国等其他势力也进一步削弱了苏美尔的统治地位。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楔形文字体系的逐渐衰落。随着苏美尔城邦失去政治力量，他们原本的语言和文字使用范围也不断缩小。后来，阿卡德语逐渐取代了苏美尔语，并进一步演变成亚述语和巴比伦语方言。这种语言上的转变，再加上楔形文字的逐渐消失，也加速了苏美尔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瓦解。与此同时，苏美尔人本身也长期受到内部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影响，各个城邦之间不断爆发战争，彼此争夺资源与权力。这些战争与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也加速了整个文明的衰落。苏美尔文明的灭亡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谜题，其中包括竞争势力崛起、楔形文字体系衰退、环境恶化以及外部战争等多个因素。不过直到今天，关于这个文明消失的许多细节依然没有真正明确的答案。